2021年的最后一天，被弹劾罢免并度过4年零9个月囚禁岁月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绝处逢生，与前总理韩明书等一起获得大赦，引爆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当前韩国总统选举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曾作为检察官亲手将朴槿惠送入监狱，如今尹锡悦更是代表朴槿惠的政党竞逐总统大位。那么特赦朴槿惠，文在寅除了担忧朴槿惠健康状况，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政治考量？一位获得特赦的前总统对选举的表态将如何影响韩国大选呢？ 과거의 불행한 역사를 딛고 온 국민이 대화합을 이루어 코로나19 확산과 그로 인한 범국가적 위기를 극복하고 미래를 향해 새로운 걸음을 내딛는 계기를 마련하기 위해 박근혜 전 대통령과 한명숙 전 국무총리를 사면 대상에 포함하였습니다.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31号0时，还在医院监外就医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收到了赦免相关文件。随后，朴槿惠所住医院的监狱警员全部撤出，朴槿惠的出狱手续正式完成。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希望此举能够成为开启团结和解新时代的契机，并称朴槿惠住狱近5年，健康状况大幅恶化，希望各方理解特赦的决定。 朴槿惠也通过律师柳荣夏向文在寅政府表示谢意，并称将专心接受治疗，早日向国民当众致谢。2017年3月，朴槿惠因闺蜜干政涉嫌受贿868亿韩元（约5.23亿元人民币）等罪名被拘捕。按原先判决，朴槿惠累计刑期为22年，也就是说，如果剩余刑期全部服满，她将以87岁高龄于2039年出狱。 自入狱以来，朴槿惠数次以面容憔悴、精神状态不佳的形象现身。仅在去年，她就曾3次因病监外就医。去年初，朴槿惠因成为新冠确诊病例密接者，住进首尔圣母医院接受隔离观察20天。7月，她又因肩部术后复健和腰痛前往圣母医院接受治疗。11月22号，朴槿惠因肾病再被送往3星首尔医院接受治疗。 此外，朴槿惠还接受了牙科和精神健康医学科等治疗。此轮赦免朴槿惠等人是文在寅上任后第5次行使特赦权。根据韩国法律规定，特赦是总统的固有权利。出于团结民众的考量，总统会在大型节假日进行特赦。此举也成为了金泳三政府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常规操作。 统计显示，金泳三时代的特赦多达9次，金大中和卢武铉时代分别有8次，李明博时代有7次，朴槿惠时代有3次。不过，据韩国政界人士透露，朴槿惠原本并不在文在寅政府此次特赦名单内。有人甚至形容朴槿惠被赦免的过程如同007剧情一样，充满悬疑。 因为在特赦令发布不到1个月前，去年12月7号，有青瓦台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文在寅已经决定不把正在坐牢的前总统朴槿惠和李明博列入特赦名单。然而，到了12月21号，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当天，韩国法务部赦免审查委员会开会审议初步特赦名单。 参会的5名委员察觉，法务部部长在主持会议时拖拖拉拉。在同一时间，文在寅从监狱方面得到了一份医生的诊断书。该诊断书与此前大多数保外就医医师开具的区区10余字的诊断书不同，罕见的长达180余字，综合了牙科、外科、精神科等医院多个科室医生的总体意见，并在最后明确建议，应当对于朴槿惠采取必要手段。 因此，在距离会议结束只有1个小时之际，朴槿惠被纳入了特赦审查名单中。此举引起了现场多名委员的反对。不过，韩国法务部赦免审查委员会只负责起推荐作用，最终拍板的还是总统本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朴槿惠，此次特赦对象中还包括了2位在韩国家喻户晓的重量级人物，其中一位是卢武铉时期的总理韩明书。 韩明书历任韩女性部部长、环境部部长等要职，并于2006年4月至2007年3月担任总理，是韩国历史上第1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女性总理。而另一位同样受到关注的人物是前统合进步党的党首、国会议员李时基。他在此次特赦中获假释。
不过，假释不等于赦免，且其政治权利并未得到恢复，重返政坛恐怕是没有那么容易。李石基被认为是坚定的反美主义者，因被指控协助朝鲜颠覆韩国政权入狱。2015年，韩国大法院认定李石基煽动内乱罪成立，判其服刑9年。统合进步党也被宣布为非法，勒令解散。有观察指出，如果说朴槿惠是韩国保守势力的痛点，那么韩明书可以说是进步势力的伤口，而李石基案则是朝鲜半岛的意识形态对立在韩国的极端表现。文在寅政府此次特赦可以说比较均衡地照顾到了韩国政坛的各路人马。不仅是特赦的朴槿惠那么也包括特赦的这个韩明书和李石基。我想，这更多的是文在寅政府是出于给国民以一种这个要建立开放的、包容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印象，就是他没有把特赦朴槿惠这个事情放大。也换句话说，这个让保守派无法去这个制造舆论，无法去攻击执政党，出于政治目的，在一个敏感的时间里边去特赦朴槿惠。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舆论争夺上，实际上这对这个执政党是非常有利的。不过，尽管青瓦台宣称此次特赦是希望民族团结，但难逃争议。一方面，为了庆祝朴槿惠重新获得自由，连日来大批支持者们在朴槿惠就诊的三星首尔医院门口摆满了祝福的花环，有的甚至燃放爆竹、挥舞太极旗和应援棒欢呼。而另一方面，不少反对朴槿惠的民众对文在寅做出的决定表示十分不满。这些民众在青瓦台的请愿网站上上传了反对特赦朴槿惠的请愿，全国人民行动小组也在首尔举行了线下的公民反对朴槿惠大赦和谴责文在寅政府活动，发声要求总统文在寅对此事负责并道歉，逮捕文在寅一词甚至一度冲上了韩网热搜。据朴槿惠的律师日前披露，朴槿惠将在2月出院时亲自发表对国民讲话。有观点认为，由于韩国大选临近，朴槿惠挑选的发表讲话的时机值得考究。值得一提的是，出狱前一天，朴槿惠还出了一记奇招。去年12月30号，朴槿惠的新书《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正式出版。新书封面是朴槿惠的一张旧照，照片中的她身着红色大衣，搭配红色围巾，霜雪落在肩头，低头浅笑。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朴槿惠4年牢狱生活期间与支持者的书信往来。据韩国最大连锁书店1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朴槿惠的新书成为新年第1周的销量冠军。另外，从各大书店对于读者性别的统计来看，男性读者的购买量更高，尤其是60岁以上的男性对这本书非常关注，在所有的购买者中占比超过了25%。同时，60岁以上女性的占比也超过了10%，使得60岁以上老年购买者的占比最高。 자기가 뭔가 그 박근혜 전 대통령이 억울한 거를 한번 10분 이해할 수 있기를 바란다는 생각에서 책을 낸 것 같고, 저는 거기서 또 좋게 생각합니다. 저도 그렇지 않아도 한번 책 사서 한번 읽어보려고 생각하고 있습니다. 그리고 또 이제 그 얼마나 분이 답답하시면은 책으로서 내서 자기 표현을 할까, 그게 참 궁금했어요.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发售新书的行为是预谋好的，是朴槿惠想重归韩国政坛的一个信号。因为在韩国政治圈有一个惯例，每当有政客想重回政坛，或者希望进一步拉抬自身人气，都偏好于以发售自己新书的形式扩大声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韩国相关法律规定，虽然朴槿惠将被剥夺前任总统的几项权利，但其职业选择，甚至包括被选举权都不受限制。这不排除朴槿惠痊愈后会以重蹈他进入政坛时的方式，通过参选议员回归。不过，在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兼东北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郭瑞看来，出版新书的举动不能被视作朴槿惠重返韩国政坛的一个先手棋。毕竟，过去4年多的牢狱生活，也让朴槿惠对当下韩国政治生活感到心灰意冷。值得这个注意的是，书名的灵感来自于一位生活在韩国庆尚北道龟尾市仙山邑的一个支持者的来信。众所周知，龟尾市呢是朴槿惠的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故乡，因而呢此举被韩国舆论认为是具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政治意义。但是这不意味着朴槿惠会义无反顾的重返韩国政坛，反倒是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更多的是对生父深深的怀念，以及对包括家乡在内的支持者的一种敬意。某种意义上，
样，一向以坚强和韧性示人的朴槿惠，似乎对政治已是心灰意冷。这在其新书当中，朴槿惠新书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朴槿惠本身的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即将举行韩国总统大选。目前2位主要竞争者分别是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前者出于文在寅所在的执政党，后者与朴槿惠同出一党派。由于尹锡悦曾亲手将朴槿惠送进监狱，如果朴槿惠决心复仇，那么将会加剧在野党的败局。反之，若朴槿惠呼吁政权交替，力挺保守阵营，大选局势将瞬间对在野党有利。可以说，朴槿惠的一句话就会动摇大选的局势。目前，整个韩国政坛都在就朴槿惠事件进行讨论分析，2位总统候选人对此却并没有任何回应。不少人猜测，他们正在紧急商讨如何应对该事件。从当代韩国的这个政治进程来看，被特赦的前总统基本上都会从此就过上政治隐居生活，不会再次抛头露面，也不会这个高调的介入政治生活当中。那么朴槿惠被特赦后，我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这个韩国保守派阵营的团结力和组织力，进而影响到当下韩国大选局势，而不意味着这个执政党就会轻松的赢得接下来的这样一个选举。文在寅又有新动作。1月11号，文在寅访问了庆尚北道龟尾市，并出席了2次电池阴极材料生产厂建设项目的奠基仪式。不过，有韩媒则注意到，文在寅出席本次活动，看似是为一个政府扶持的项目争取更多的曝光，可实际上，龟尾市是朴槿惠父亲朴正熙的家乡，这里也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更是当下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支持率最薄弱的地区。分析认为，如此来看，文在寅亲自造访庆尚北道，很显然是为了帮助执政党赢取更多的支持。特赦朴槿惠实际上为文在寅退休生活加上了一道保险，即提前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避免卸任后被清算。按计划，今年3月大选后，文在寅将于5月初卸任并搬离青瓦台。退休后的文在寅将每月获得1400万韩元，约合7.4万元人民币的退休金。虽然待遇优厚，但目前在世的韩国前总统都因为被查出弊案，没人能够领取这份丰厚的养老金。韩国相关法律规定，因弹劾下台或被判处监禁等刑罚的人，将不会获得包括退休金在内的大部分卸任总统礼遇。从1948年建国至今，韩国历经16届选举，共计有12任总统。除了在职的文在寅之外，前面11任总统无一能够荣退。也就是说，如果文在寅能安稳下台，他将成为首位能领退休金的卸任总统。我们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了3位嘉宾来共同在线解读，他们是韩国加图利关东大学荣誉教授李奎泰、同济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丁荣俊，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舆情与国际传播研究院研究员陈卓。2021年的12月31号呢，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收到了人生大礼，他与前总理韩明书一起获得了大赦。那3月9号，韩国就要进行总统大选了。那文在寅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特赦朴槿惠是什么样的考量？在韩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之前，就进行特赦呢，则是非常罕见的。除此之外呢，文在寅在这次呢，只特赦了朴槿惠一个人，而没有特赦李明博。那它会引起呢，在野党内部亲朴派和亲李派的之间的一个内斗。那加之朴槿惠自身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假如说如果是在监狱中朴槿惠前总统不幸去世的话，那对于共同民主党来说，我相信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至于韩明书也出现在特赦名单里，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交易或者政治上的妥协。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韩国著名的反美人士激进派李时基呢，也出现在这次特赦的名单之中。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说明，文在寅此次的一个特别赦免呢，可以说是均衡的照顾到了各个政党的利益。根据朴槿惠的律师披露呢，朴槿惠将在2月出院的时候亲自发表国民演讲。为什么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全国性的讲话？他对韩国总统的大选会有什么样影响？而目前朴槿惠在韩国政坛他的影响力还有多大？他弹劾的那个时候下台的时候呢，支持率大概12%。
然后呢，最近还看到给他写信的大概8万多的这个民众，但是12%这个呢，影响力蛮大的。韩国的这个特别是年纪大的人，这些人都是对这个朴槿惠的同情的这个感情是很浓的，所以呢，起码的如果12%他可以左右的话呢，他可以这个左右选举，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2月初大概出院的时候，他已经说了嘛，他要表态，这个他的那个对于老百姓的一个表态。但是这个表态当中，是不是有句话，有个单词给这个尹锡悦的这个抱怨呢，或是不利的话呢，那整个选举会影响。韩国舆论普遍认为呢，文在寅选择在这个时候特赦朴槿惠，也有为他接下来的这个平稳卸任做一个铺垫。那李奎泰先生，您觉得这个文在寅他能够打破青瓦台魔咒吗？后任者清算前任的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普遍的惯例，但是也不是特殊的。比如说，如果后任的这个整个舆论对他这个没有稳定的话呢，他可能把前任总统来当作牺牲品。现在目前的韩国的国会的这个议席的分布是现在执政党绝对这个优势的，所以如果是尹锡悦当选的话呢，那就是情况严重了。那真的韩国的国会如果现在占多数的这个现在的执政党以后这个变成在野党的话呢，那怎么情况我们都可以想象的。所以呢，说李在明当选也有可能，尹锡悦当选也可能。2022年就这一年呢，不太稳定的。